尊敬的面粉们好，今天你们赚钱了吗？各位，出大事了，出大事了！以太坊涨破$2000了。那这种现象啊，和我们在上期节目中预判的差不多。以太坊破2000的这个王牌应该不会太早打出来。不过呢，现在市面上的资金比较少，我们也不能排除它忽然就给你拉过$2000的这个大关卡的可能性。所以呢，各位如果说有不甘心的、怕踏空的，就可以像我上期节目中说的那样，$1800多就可以买一些了，赚到了就跑。以太坊能拉上2000最好，拉不上了，拉到个1900多，利润也是可以的，反正有的赚就行了嘛。不过呢，这也只是前天的消息了，相对于昨天的话，并不是最及时的。这样吧，来，面具人先给大家展示一下我昨天在会员群里面的战绩啊，非常及时的带大家进场盈利的截图。大家来看这些图啊，是在澳洲时间的凌晨，北京时间会更早一些啊，早个2-3个小时。我的原话说的是，前段时间有盈利的，还想再赚钱的话，以太坊现价点位就可以买20%。极限低点的预判为$1850左右，现在呢，其实已经到了吸筹区了，大家可以大胆点去买2%的加仓。我认为在$1850左右，甚至$1850之前，1860、870、880加个半仓都是没啥问题的，最多你也就只是忍受一下5%到10%的下滑，但是目前市面资金量小，向上拉个破2000去冲洗，未尝不可呢。以太坊合并从9月19号提前到了9月15号，那在这个时间点之前，作为庄家合理的盈利状态应该是破一下2000，再下杀一波韭菜，2000吸一点筹以后把它们都割了，然后呢再狂拉一次，是比较科学的玩法。但是在下个月的加息之前，不大可能出现极端的下跌了。所以呢，大家可以按照我的指示去操作，指的就是1850之前了，1880、870、890啊，你直接加个半仓没任何问题。然后呢，我还说了一下关于 ETC 啊。ETC 是一定会吃掉一部分不愿意转以太坊2.0的客户的，这波东风肯定是能借到的，但是 ETC 的上限是存疑的，毕竟呢，生态发展和矿工费是有一定冲突的，矿工费成本太高了，就难以搭建生态。但是奔着蹭热度暴涨的心态，大家玩一波也是可以的，而且威神也等着套现自己的 ETC 呢。所以呢 ，ETC 拉一波是没啥问题的，但是 ETC 后面啊，会因为有大量的矿工进场而导致产生巨大的抛压。以目前 ETC 的体量，能否承载这种抛压，我是非常悲观的。所以呢 ，ETC 近期涨是没啥问题的，但是长期并不太看好。我的这2个公告都是昨天在以太坊 ETC 暴涨之前发的消息，让会员们提前进场的。然后呢，结果怎么样呢？结果你们也都看到了，我发公告的时候，以太坊的价位是$1870左右。等我发完公告，过了几个小时之后，以太坊最高涨到了$2020，这是接近10个点的涨幅啊！你做多，那盈利会更高。同时呢，我的公告提到了让大家去买的 ETC 也从$41涨到了$45啊，涨幅也是接近10%了。那面具人的判断力准不准？究竟能不能带大家赚到钱？这些截图都是证据啊！你看这些会员都非常的高兴。你看他们说的，哎呀，续的会员费都快赚回来了，赚了600U了，面先知牛逼啊！这个人已经赚了7年的会费了啊！还有人说昨天加入会员，今天就赚回来了，还有人已经赚了19000U了啊！这些图可都不是假的，不是吹牛逼的啊！你们到时候进了会员群就可以验证了，历史消息都在。由于做视频你又要拍又要剪又要发布，平台还要审核，几个小时就过去了，而且非常的费精力。但是我在会员公告里面，我可是
有任何的一手消息，及时的进场点位都会2秒钟就发出来了嘛。反正炒币啊，你们跟错人了，瞎开单或者是自己不懂乱买，基本是赚不到钱的，亏钱是大概率的。炒币一定要跟对人，学对的知识。如果你们有兴趣跟我一起赚钱的话，那你们就把今天的节目给仔仔细细的听完。我在节目最后会留下我的联系方式以及入群方式的。OK， 咱们来讲正题啊。今天咱们的节目要着重讲一些基本面的问题啊，那就是随着以太坊的升级，接下来的加密行业的格局可能会发生非常重大的变化。很多公链都会面临巨大的冲击，为啥？你们听完今天的节目就能明白了。那在讲正题之前啊，请检查一下你们是否打开了屏幕下方的点赞、订阅、小铃铛，否则呢，错过了面具人的财经讯息、行情判断，而导致你没跟上行情，没赚到钱，甚至亏钱了，可别怪我啊！那顺便把今天的这个节目转发分享到3个平台以上，截图发送到我的邮箱，就可以参与抽取这个月的 NFT 大奖了，那就是价值0.1个以太坊，接近2000U 现在已经2000U 的召唤石一颗。同样的特殊活动仍在继续，我会在节目中间随机说一个数字，仔细听啊，可能会出现在节目中的任何一个时间点。你们在留言区回复这个数字和你的狐狸钱包地址，我就会抽取1名，同样赠送你一颗价值$2000的召唤石一颗。好，来讲正题啊，以太坊目前又放出了一个利好消息，那就是以太坊的合并日从19号提前到了15号，那这也符合咱们上期节目的预判，说的就是以太坊里面的那些金融大佬们、以太坊基金会们，他们是不想硬碰加息政策的。那这也侧面的反映出来了，下一次的加息的力度虽然不会太大，但也不会太小，50到75个基点属于大概率。不过呢，也无所谓了。下次的加息也是最后一次的高强度的加息了，再往下的加息就不会加太狠了，也就是加个25、25、50。所以呢，整个资金市场是长期利好的。同样的，目前市面上的 USDT 的持有量在增多，那你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不？人们手里面的 U 变多了，他们可就不能闲着呀，对吧？钱放在那儿闲着也是贬值。手里面有 U 的人，大概率是手痒痒，会把这些 U 用掉的，用来买币的，或者是搞别的事情的。再加上现在以太坊的势头又旺，就像我在会员群里面分析的一样，目前以太坊的全线持有地址，全部的持有地址啊，不管是大额的还是小额的，大金额的。持有量多的、持有量少的，32个以太坊、100个以太坊、1个以太坊的，这些持有地址都在增多。所以呢，以太坊这段时间的吸筹根基啊，还算是很稳固的。那么，根据这种现象，我们接着判断，再往下啊，它就算下跌，也不会太多了。接下来再走下去，也就是一个能在$1900。就是一个临界点了，不会跌太多了，除非是庄家们要套利。不过，就算是庄家们要套利，以太坊也很难跌过1800了。而且大家记住了啊，以太坊2.0了以后，它的交易速度会提快，交易的手续费也会降低到$0.002。各位，那你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不？给你们5秒钟思考一下啊！大家可以在这个留言区里面回复一下你的看法。5、4、3、2、1。以太坊的交易速度提快，交易手续费降低，这就代表着以低手续费为优势的那些什么个 BSC 呀、AVAX 呀、Matic 链呀，通通都得死。尤其是币安的土狗链啊！币安本身生态做的就烂，里面的那些项目方就是一群骗子、嫖客、卖逼的聚集地，啊，男的嫖，女的卖，然后呢，个个称自己是大老板，其实都是他妈的一群骗子，知道不？本身就是这么烂的一个生态，唯一的优势就是转账手续费低嘛。但是，人家以太坊
就连目前转账手续费如此高的情况下，以太坊的根基还是比这些链加起来都猛，这些其他的链的基础粉丝都不如以太坊，就算它有优势，还不如以太坊。那你们就可以推演一下了啊！以太坊2.0了以后，提速了，降费了以后，就会像我在会员群公告里面说的一样，很有可能，那就是其他的链会很难受。以太坊提速2.0了以后，降低手续费了以后，土狗链该怎么办？土狗链的存在意义又是啥？而且面具人，我还是一直保持我自己的本色，那就是不玩比特币。其实大家可以仔细观察一下啊，比特币目前的市占比在缩水，倒不是说比特币不行啊。比特币作为加密货币的大元老啊，它的根基还是稳固的。只不过呢，以后比特币会越来越趋向于稳定，而不是作为一个暴涨的一个潜力大行情币吧。其实币圈以后的环境格局可能会变成3分天下了，那就是比特币很像东吴，固守一方，趋于稳定了啊。但是你也不能说它会死，人家还是会照样发展，只不过发展的上限它会达到一定的顶峰。你很难会想象比特币冲到什么10万、20万美金了。如果说比特币回到6、7万、7、8万，哎，那还是有可能的。我们也不能小看比特币，毕竟人家的老牌子在那儿嘛。而以太坊呢，接下来我认为会吸收掉其他的小链儿，至少会吸收掉他们这些小链很大一部分的能量，逐渐做大。但是这种长期高息还是会有一定的不稳定性啊。往远了看，咱们谁也说不准。不过以太坊中期是看好的，中短期，你把它拿着，盈利的概率是非常非常非常大的。那至于其他的垃圾链，就可以再凑一桌了，凑一个小国家3分天下嘛。各位，整个行情布局就是这样。以太坊究竟能走到什么局势、什么局面？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，这个问题很简单，你们可以直接在留言区回答我，那就是全世界最牛逼的手机公司是哪个？全世界最牛逼的手机公司是哪个？苹果，对吧？全世界最牛逼的超市是哪个？沃尔玛，对吧？好，这个问题很简单。那我想再问一下各位更简单的一个问题，你们能不能回答上来？全世界第2牛的手机公司是哪个？全世界第2牛的超市是哪个？是哪个？这个问题可能1000个人心中有1000个哈姆雷特了，很多人就说不清了，答案都会混乱，很难统一了。这就叫做共识，人们只会记住冠军，不会记住亚军。以太坊作为公链之王，现在又把其他的链的优势给吸取了，它接下来的走势就会跟什么手机呀、超市呀各种公司是一样的，每个行业都会有自己的龙头。那至于2把手、3把手，大家就记不得了。而且2把手跟1把手的差距是非常大的。所以现在就是分天下定江山的时候，你的选择很重要。如果你选错了，你可能会给一些其他的小链给陪葬了；如果你选对了，那你就起飞了，你就赚钱了嘛，对吧？就跟面具人我去年说过的一样，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讲过项目币了我从去年年底就说了，接下来的熊市会有很多的项目币、旧的项目概念被淘汰掉。新的项目、新的领头羊还没出来之前，你们呢就玩一玩链币就行了，不要去玩项目币，否则呢，你们都会给那些项目币陪葬，被扫进垃圾堆。好了，各位，时隔了8个月过去了，再回想一下面具人我说的这个话，你们肯定有很多人都被那些什么 GMT 呀、YGG 呀、Gala 呀、Sandbox 呀、Mbox直接就给埋葬了嘛，根本就没有赚钱的希望，根本就没有回本的希望，亏得连裤裆都没了吧？这些都是项目币。至于链币吧，它至少没有跌得那么惨，没有去往归零奔，往跌100倍奔，对吧？但是接下来的行业格局还是会变，那就是公链嘛，
一条链就够了。全世界转账干啥的，哪个链不是用？是不是？用那么多的链干啥？就用哪一个链人多，人都喜欢扎堆儿，手续费低，还便宜，还有保障就行了。首先，币安肯定是没保障的，币安上面就是一堆骗子嫖客卖逼的啊，币安链嘛，其他的小链娱乐一下就行了。什么币安链呀，大家洗洗睡吧。好，最后再来给大家说一下，我认为的也是很多这几天没有上车、没有跟上行情的网友们、币友们最关心的事情，那就是以太坊接下来的上车点位在哪儿？这个问题嘛，有点复杂，而且很有价值。我只能留在会员群里面说，如果你们有兴趣，等会儿找我联系进会员群。OK。我可以给你们说一个好事情，那就是今年最好的生态项目 Space 公会。这个 Space 公会旗下推出了多款主打可玩性的游戏，当然了，打金和博彩也是必不可少的。游戏的品质你们也都看到了，现在购买5颗召唤石，并且填写我的推荐码，就可以获得免费的每日公会任务的入场机会，你就可以通过每天免费做公会任务。白嫖 NFT 和代币，甚至苹果手机。链接和推荐码我会放在留言区。OK， 如果你们想要像开头的那些会员们跟着我安逸的、开心的赚钱花钱的话，那就请下载 Line 或者 Telegram 搜索添加 ID Maskman118 或者 Little19860425办理会员入群手续。或者呢，你们还是可以跟着一些那些什么土狗群组呀，那些什么冲梭哈干的那些群组呀。玩吧，祝你好运，再见。